今日你要敢弃我一人，我发誓今生今世绝不原谅。程少商泪流满面，坚决地对凌不疑说。可凌不疑为了不连累程少商，不连累程家，一心只求一死，便不顾程少商的再三恳求，纵身跳下了山崖。之前我一直以为程少商坚决要求退婚，是因为凌不疑不但没和他讲实话，把他当成了外人，甚至还狠心地抛弃了他，所以他才坚决要求退婚。凌不疑和程少商大婚在即，程少商却并没有沉浸在要当新娘的喜悦当中，反而一脸的忧愁。无论是对丫鬟还是对泱泱说的话，句句都像是在辞行。织女莫若母，萧元一察觉出了程少商的反常，在程少商想半夜溜出家门时，被父母逮了个正着。从程少商口中得知凌不疑出事了，他要夜闯城门，他要去找凌不疑。看到女儿的坚决，程家在明知这是犯罪的情况下，全部穿上战袍和守城战士拼杀，为程少商开路。如果没有自己父母和兄长的帮忙，程少商是出不了城门的。可以说程家这是在举全家之力，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告诉凌不疑，他们程家愿意和他共同存亡。再看到程少商骑着马过来，拉起中箭倒地的凌不疑逃跑，程家人甚至不在乎自己已经被绑，全都在替程少商和凌不疑高兴。在不知道任何情况的情况下，程家人敢冒这样大的风险来救凌不疑，这份情很感人。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程家人对凌不疑的情，相信他已经很清楚。从最初的不愿意和他结这门亲，到现在的前来相助，便是把他当做了自家人。程少商觉得，就冲今晚自己的行动和程家所有人的行动，已经足够说明自己愿意和凌不疑同生共死的决心。对待这份爱情，他已经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诚意。可凌不疑还是拒绝了他，宁愿跳崖也不愿意让他和他一起承受。他一直要求程少商接受他，却从不让程少商走进他的世界里。不但对受伤隐瞒了所有的真相，还在他交付出全部真心，狠心地抛弃了他。更让程少商痛心的是，他们程家为了他愿意豁出全部的性命，他却也置之不顾。这才是让程少商真正下定决心退婚的原因。凌不疑不但辜负了他，更是辜负了程家所有人的心意，他怎能不痛心？这才是程少商坚决退婚的真正原因。乐声沧海接近尾声，网友的评论不一，有的觉得圆满，有的觉得太仓促，而我却被这个场景所感动。凌不疑从西北边关回来，第一次见到程少商是在宫门外，这里和原著是相同的，并没有改写。稍微不同的是，原著是程少公给程少商牵错了马，而电视剧是少商从袁善见的马车上下来，自己骑上马，但这并没有影响主线。凌不疑从宫里出来，小胖还在问他，真的不去见程娘子吗？凌不疑回答说，待我重修完或是坟茔与祠堂，我会祭告祖先，不再娶妻生子，我此生别无他求。话才说完，就看到了对面从马车上下来的程少商。程少商和袁善见也看到了他，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四目相对。凌不疑慢慢红了眼眶，径直向程少商走过去。程少商转身就走，凌不疑跟上。程少商跨上马后没有坐稳，险些摔倒。凌不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伸手接住他的脚，谁都没有说话，还是像当年一样。凌不疑把少商的脚稳稳地放进了马灯里，调节马灯。少商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，两人就像相处多年的夫妻，不需要多说一句话，却默契十足。只是当年的少年郎抬头看向少商时，嘴角轻轻扬起，眼里有光，而此时的他整个人都被笼上了一层灰暗，熟悉却又陌生。当年凌不疑和程少商第一次亲密接触，就是少商在万七七他们家骑马，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是凌不疑飞身上马救了程少商。之后看见程少商在骑马时连脚都没放在马灯里，于是他很细心地把他的脚放进去，温柔地帮他调好马灯。也正是那一次，凌不疑第一次说出了自己对程少商的心意。程少商一直以为那是凌不疑在调侃他，却不知那是他的真心话。
而5年后的第一次重逢又是同样的情景，两人心里五味杂陈，当初的心境已与现在不同。当时虽然初相识，但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现在虽然很熟悉，但彼此之间好像又隔着巨大的鸿沟，无法跨越。可在我看来，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。凌不疑在没见到程少商之前，坚定自己不再娶妻生子。可见到少商的那一刻，在心里坚固了5年的壁垒瞬间崩塌。他身不由己地想要靠近他。两个人之间，只要有一个人愿意迈出第一步，那两人总还会有希望。如果两人都站着原地不动，那就真的没希望啦。凌不疑上前的那一瞬间，两人之间的希望就已经开启，让人很感动。